妖花邪君出自天明宗，此宗门与我星陨阁向来不和。若花锦成为宗主，必会亲近天明宗，这对我星陨阁不利。参见妖阁主。绵离，你助云韵登上花宗宗主之位，便能替我们星陨阁拉拢一位底蕴深厚的盟友。你若遇上无法应对的情况，便捏碎这空间玉简，为师会第一时间赶到。萧炎、纳兰嫣然和青灵出了客厅，直接出发前往花宗，距离星陨阁有点远。好在青灵召唤出了一条九幽的冥蟒，三人直接骑上它，一路飞奔。就在赶路的时候，萧炎也没闲着，他闭上眼睛，开始炼化药老送的古灵冷火。萧炎发现古灵冷火对他的接受度很高，融合速度比想象中快得多，因为他早就算是古灵冷火的第二主人了，而现在成了第一主人，融合起来自然很顺利。不久，萧炎眉心的火印发出刺眼的光芒，然后缓缓渗透进皮肤，最后消失了。萧炎睁开眼睛，眼神中缭绕着森白色的火焰，古灵冷火的抗拒性被完全炼化了，这速度连他自己都没想到。萧炎心里清楚，现在可不是炼化的好时机，毕竟他马上就要到花宗了。于是他决定先搞定云韵的事，再慢慢炼化这股力量。3日后，萧炎、纳兰嫣然和青灵终于赶到了花宗的地界。花宗这地方可不简单，一片连绵无尽的山脉，被一道巨大的空间屏障保护着。萧炎他们刚靠近，屏障就自动裂开了一道口子，纳兰嫣然带着他们走了进去。一进入屏障，眼前就是一片花海，各种色彩鲜艳的花朵铺满了山峰，花瓣在空中飞舞，看起来就像仙境一样。不过萧炎可没被这美景迷住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这片花海其实是个护宗大阵，里面藏着强大的能量，要是没有引路人，估计谁也出不去。纳兰嫣然带着他们一路飞奔，穿过花海，来到了花宗的核心地带。这里有一座巨大的广场，周围站满了人，气氛显得有些凝重。广场中央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叫妖花邪君，女的则是花宗的代宗主。代宗主看起来挺有气势，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刻薄劲。就在这时，云韵出现了，她一身白衣，长发如瀑，站在广场上，气质出尘，仿佛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她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代宗主看到云韵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时辰到了，该现身了。”云韵淡淡回应，说自己对宗主之位没兴趣，但代宗主根本不信，非要她交出花婆婆留下的斗气。代宗主说，要是云韵有伴侣，也可以一起上。云韵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突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然后用一种特别肉麻的声音说：“小玉儿，我没来晚吧？”这人当然就是萧炎了。萧炎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云韵的脸瞬间红了，又惊又羞地看着萧炎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叫了一声：“萧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萧炎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有难，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”这话一出口，云韵心里一暖，但也有些责备地挣脱了他的手，说道：“这里是花宗，你怎么还这么莽撞？”萧炎却一点都不在意，他看着云韵说道：“躲了我这么多年，也该躲够了吧？”这话一出，云韵的脸更红了，但还没等他说话，那边的锦袍女子，也就是花宗的代宗主花锦，就冷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，竟敢闯我花宗！”他显然把萧炎当成了云韵找来的帮手。萧炎瞥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云韵的伴侣。”这话一出口，云韵的脸又是一红，羞恼地瞪了他一眼。而花锦旁边的妖花邪君眼中闪过一丝寒意，冷哼道：“区2星斗尊的实力，也敢在此处嚣张？本尊看你是活腻了不成？”这家伙显然对萧炎和云韵的亲密很不爽。花锦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云韵，你口口声声说没有伴侣，结果还是忍不住叫来了吧？也罢，叫来就叫来，免得说本尊欺负你。今日便让你与这小子一起出手，若是败了，就将老宗主的毕生斗气交出来。”云韵刚想说话，萧炎却拦住了他，说：“交给我来。”云韵微微一怔，看着萧炎那带着几分坚毅的侧脸，心里一阵恍惚。这几年不见，萧炎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稚嫩少年，他现在有足够的实力站在他面前，为他遮风挡雨。云韵轻轻点了点头，低声回应道：“萧炎转过头看着花锦，淡淡开口道：“要比试，自然是没问题。不过这比试的价码倒是显得太过可笑。你赢了，能得到云韵的传承斗气；你输了，却没有任何损失。你认为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事？”花锦眼眸微眯，冷笑说道：“本宗若是输了，云韵便可安然离开花宗，不会再有任何纠缠。”萧炎面色微寒，说：“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用比试了。”花锦怒喝道：“你敢？你当我花宗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”萧炎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有胆你就来星陨阁追杀。”花锦一愣，旋即面色微变，惊疑不定地说：“你是星陨阁的人？”萧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萧炎，家师药尘，此行出来，
老师还让我带他老人家问一声好。说完，萧炎大喝一声，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响彻整个花宗。花宗的那些老一辈强者显然也听到了萧炎的话，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山脉中传出，原来是药尘的弟子。那老家伙倒是有心了，若是日后有空闲的话，必然会前去星陨阁拜访。萧炎恭敬地拱了拱手，然后目光转向花锦，淡淡一笑。花锦面色阴晴不定，他没想到萧炎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背景。他咬了咬牙说：“你有何话便诉说。”萧炎说：“此次比试，若是我们输，云韵体内的斗气传承交给你；但若是你们输了，花宗宗主之位便交还给云韵。”花锦怒笑道：“原来你是觊觎我花宗宗主之位？”萧炎冷笑道：“花婆婆本来就是将宗主之位传给云韵，倒是你不要脸不要皮的将宗主玉牌强行夺取，如今她只不过是拿回花婆婆给予她的东西而已。”花锦气得不行，但他知道花宗内部支持他的长老并不多，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妖花邪君身上。妖花邪君淡淡的瞥了萧炎一眼，心中想着这家伙只是2星斗尊，怎么可能战胜自己？于是他缓缓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既然你有这等要求，那便依你。放心，看在药尘的面上，本尊会留你一口气。”萧炎微微一笑，偏头对云韵轻声说道：“你退开一些，我来吧。”云韵一愣：“你一个人？对方可是一名6星和4星斗尊，你才2星，这不是找死吗？”萧炎轻声说：“你也才刚刚斗尊实力，那传承斗气也未曾炼化，交手的话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放心吧，很快的。”云韵有些怀疑地看着萧炎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退后一步，萧炎前踏一步，眼瞳中分白色的火焰缓缓缭绕而上，恐怖的温度弥漫而出，令得这片天地间顿时变得炽热起来。一名花宗长老见状，大声说道：“既然你们都以商业为当，那么比试便开始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妖花邪君脸庞上划起一抹冰冷笑容，身形宛如鬼魅般对着萧炎暴掠而去，浩瀚的斗气铺天盖地的弥漫而出。他冷哼一声：“本尊今日倒是要看看，要陈教出来的弟子能有他几成的本事。”妖花邪君率先向萧炎发起攻击，然而萧炎迅速展开青红色的古翼，以惊人的速度飞向高空，轻松躲避了妖花邪君的攻击，让对方扑了个空。妖花邪君面色微变，嘲讽道：“药尘就教会你如何逃吗？”萧炎只是淡淡一笑，挥动袖袍召唤出11具傀儡，迅速结成阵法，让天妖傀通体璀璨。妖花邪君不屑地瞥了一眼傀儡，命令花锦去对付云韵，自己则专心对付萧炎。花锦冷笑一声，向云韵发动攻击，但一道金色身影突然从天而降，一拳将花锦震退。花锦定睛一看，发现是一具金色傀儡，而天空中的妖花邪君则示意他安心对付傀儡，自己会先擒住萧炎。妖花邪君手中折扇爆发出深青色光芒，发动狂风暴雨般的攻击，但萧炎凭借古翼和3000雷动的极致速度，轻松避开了所有攻击。萧炎深知此战必须速战速决，于是迅速施展天火3玄变，气息瞬间提升到4星斗尊层次，并召唤出4种异火。4种异火同现天空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恐怖的热量。妖花邪君面色微变，意识到萧炎的异火非同小可，但仍然决定发动攻击，试图阻止萧炎继续施展。他施展大裂风，空间中爆裂出一道道漆黑裂缝，如同无形的毒蛇般向萧炎袭去。然而萧炎凭借极快的速度和巧妙的躲避，让妖花邪君的攻击全部落空。萧炎一边躲避攻击，一边凝聚火莲，火莲的能量极为恐怖，让妖花邪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花宗的长老们也察觉到了火莲的威力，纷纷联手构建起坚固的防御。妖花邪君意识到萧炎的攻击远超他的预期，面色变得极为难看。经过一番追逐，萧炎终于停下身形，微笑着对妖花邪君说：“追够了，那便换我来吧。”他掌心的火团翻滚，一朵精美的火莲缓缓浮现。火莲一出，天地间的能量瞬间震荡，鬼灭般的气劲弥漫而出，让萧炎周身的空间尽数破裂。花宗的长老们和云韵都惊愕地看着这一幕，云韵心中感叹萧炎的进步之快，当年的小斗师如今已经能够与6星斗尊强者抗衡。妖花邪君面色阴沉，知道自己遇到了强大的对手。最终妖花邪君停止了追逐，施展天明之法，气化天地，凝聚出一道100丈高的斗气巨人。他面色苍白，但目光阴狠，准备与萧炎展开最后的对决。本尊今日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你像兔子一样逃窜半天方才凝聚而出的火莲厉害，还是本尊这气化天地更胜一筹。一声低喝后，巨人迈出了沉重的一步，狂风大作，天地震荡。巨人的拳头带着惊天的强芒，狠狠地轰向萧炎。这一拳的威力极为恐怖，连地面的广场都被震裂，裂缝如同手臂般粗壮。花宗的弟子们惊恐万分，这种级别的战斗他们极少见到，那种轻易就能毁灭山脉的攻击让他们心生畏惧。花宗的长老们也暗自心惊，萧炎凭借2星斗尊的实力，竟然将妖花邪君逼到了如此地步。广场上，
云云的脸上露出担忧之色。虽然他一直相信萧炎，但面对妖花邪君的全力一击，他也难免紧张。萧炎悬浮在天空中，背后古翼缓缓扇动，强大的风压将他的衣袍紧紧贴在身上。他轻声自语道：“这便是6星斗尊的全力一击吗？”随即，他手掌抬起，一朵巴掌大小的毁灭火莲缓缓旋转，花瓣中蕴藏着毁灭的力量。萧炎微微一笑，将火莲抛出，火莲在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火尾，冲向那巨人。妖花邪君不敢怠慢，手印一变，巨人仰天咆哮，形成一道巨大的飓风，狠狠地与火莲相撞。瞬间的寂静之后，惊天动地的炸响声在天际响起，整座山脉都为之颤抖。紧接着，火焰风暴席卷天地，那百丈巨人被撕扯的斗气暴涌，但这些斗气刚接触到火焰风暴，就被瞬间蒸发。萧炎一声厉喝，火焰风暴彻底爆发，可怕的火浪重重地轰击在巨人身上，巨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幻，最终在一声闷响中爆裂，化为虚无。妖花邪君也受到了重创，一口鲜血喷出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他强行压抑住心头的惊骇，运转体内所有斗气，身形化为闪电，迅速后退。然而，火浪紧随其后，狠狠地轰击在花宗广场周围的斗气防御罩上，防御罩剧烈颤抖，涟漪扩散，但最终还是在一声巨响中崩溃。火浪失去了阻挡，肆无忌惮地弥漫开来。广场周围的花宗弟子们惊恐万分，脸色惨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苍老的叹息声在天际响起，一名白发老妪突然现身，挥手间，无形的涟漪扩散而出，与火浪对碰，两股能量相互侵蚀，最终缓缓化为虚无。大长老！花宗的长老们脸上露出惊喜之色。白发老妪望向萧炎，无奈地说：“萧炎，你是想将我花宗毁了吗？”萧炎有些尴尬，拱手道歉，然后取出几枚丹药塞入口中，目光转向广场上的花锦。此刻的花锦满脸惊惧，他从未想过萧炎居然能施展出如此可怕的攻击。远处，妖花邪君狼狈地回到了天空，面色阴沉，嘴角还带着血迹。他知道自己退出广场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失去了比试的资格。今天他堂堂6星斗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败给了一个2星斗尊的小子，他的心情无比复杂。那些射来的目光如同针扎一般，让他浑身难受。萧炎瞥了一眼远处的妖花邪君，没有理会他，缓缓从天空落下，来到花锦面前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一挥手，4朵异火再次浮现。花锦看到这4朵火焰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他知道，连妖花邪君都抵挡不住的攻击，他根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急忙尖声喊道：“我认输！”萧炎淡淡一笑，将异火收回体内。他现在的实力还无法连续施展2次毁灭火焰。看来花锦是被妖花邪君的结局吓坏了。花宗的长老们也微微摇头，今天的比试真是个笑话。一名4星斗尊和一名6星斗尊，居然败给了一个2星斗尊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可真是个大笑料。萧炎转头看向云云，他绝美的脸上满是错愕。萧炎轻咳一声，笑道：“幸不辱命。”云云看着萧炎苍白的脸庞，忍不住嗔怪道：“还是这么喜欢逞强。”语气中却带着一丝欢喜。天空中，花宗的大长老叹了口气，转向花锦，淡淡的说：“既然你输了，就把宗主玉牌交给云云吧。”花锦紧握着手，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他没办法耍赖，只能咬牙将玉牌取出，狠狠地甩向云云。大长老的目光转向云云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相信宗主的眼光，云云，日后你就是花宗的新一代宗主了。”云云望着面前漂浮的宗主玉牌，却没有伸手去接。他对这宗主之位毫无兴趣，甚至因为当年的阴影，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继续当宗主。萧炎见状，催促道：“收下吧。”云云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咬牙说道：“收下，然后再让你来一次耍威风吗？”萧炎有些尴尬，解释说：“当年的事没有谁对谁错，云岚宗和萧家都有损失，有些事总得有个交代。”云云眼睛微微泛红，他知道萧炎说的没错，但云岚宗毕竟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如今却被解散了。萧炎继续劝说云云，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而花宗宗主的位置如果不做，花宗就会陷入内乱。云云迟疑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，抬头对天空中的白发老妪说：“大长老，宗主之位我可以暂时代理，日后您若有更合适的人选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”白发老妪笑道：“放心，老宗主的眼光我很相信，你就是他心中最完美的人选。”